Hello，大家好，我是 Panda，很开心我们今天再次挑战11000的这个级别。这集影片我们打了2场11000的限时锦标赛，今天有蛮多有趣的手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3000、6000，起始筹码150万 ，UTG Limp 6000。Cut off raise 到3万，我在大盲看到了 A3 同花，选择跟注 ，UTG 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9AQ Rainbow，一路过牌到 Cut off，他这边下注了4万，那我这边有个顶对，选择跟注 ，UTG 弃牌，我们2家一起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5，Cut off 这边没有停枪，他在17万的底池下注了12万5。虽然这个注有一点重，不过我们现在还是顶对，我觉得这边还是必须要抵抗，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合牌来了方块4，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在4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那这个注就非常重了。然后现在后门花也开出来了，不过因为方块 A 在台面上，所以我没有那么担心后门花的部分。那 Cut off 这个合牌的重注，其实代表的范围就非常的极端了。我觉得他的 AK 应该都不会下这个注，他这个注应该代表的是 AQ 以上的牌力，或者是像 J10 买双头顺没有买到，那还有一些可能是 KJ K10 买 Gasha， 可能带一张方块 K 这样子。这个对手我觉得是有炸胡能力的，所以我这边在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决定要来抓炸，我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Cut off 秀了一个 K9 方块，那我们抓机失败，输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Hijack Cut off Button 小盲都选择 Limp， 我在大盲看到了5-3不同花，选择过牌，我们5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53 Rainbow， 那这个翻牌非常好，我们免费击中了一个底2对，一路过牌到 Cut off， 他这边下注了一个半池的2万，Button 跟小盲弃牌，那我觉得底2对不适合慢打，尤其是在多人池的时候。所以我这边选择 check raise 到6万5，结果 Hijack 在这边跟注了6万5，反而是 Cut off 弃牌了。我们2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5，那这张牌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变 full house 了。我想了一下，我在1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5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Hijack 想了一下就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一张黑桃6。我看了一下Hijack的后手，大概剩50万的筹码，那现在底池也差不多50万。我这边想了一下以后呢，就直接推他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Hijack想了一下就选择弃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 KK raise 到2万5，小盲这边3倍到10万。那由于我们双方的筹码都还蛮深的，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我选择4倍到32万5。结果小盲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竟然5倍回来70万。在他5倍回来以后呢，后面大概还有100万左右的筹码，那我 cover 他。那小盲这位玩家，我跟他交手过蛮多次的，他打得很好。也是有能力做出一些3倍、4倍 bluff 的玩家。那首先我的 KK 是不可能盖给他的。那我觉得这边直接推回去的话，好像只能找到爸爸了。我这边选择跟注，然后保留他一些 bluff 的可能性。翻牌来了 9Q5 Rainbow， 结果小盲在这边过牌了。这边其实小盲还是有可能有 AA 的。那 QQ 我不知道番茄会不会打得那么激进，一般是比较少见。但他这边如果是 AK、A5、AJ 之类的5倍 bluff， 翻牌应该都会打。这边没打，我反而觉得整体的范围很强。最后我想了一段时间，决定下注了一个1/10左右的15万。在我下注以后呢，小盲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红心5，小盲还是选择过牌。那说真的，小盲到目前的行动线，我真的有点看不太懂。他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可能有 AA 跟少量的 QQ， 这里应该不会有 JJ1010，也不会有 AK， 可能有一点点非常激进的 KQ 或 AQ 吧。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领先它整体的范围，所以小盲过牌了以后呢，我也选择过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一张方块2，小盲还是选择过牌。那现在底池已经170万了，小盲后面大概还有85万左右的筹码。在他过牌以后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下注拿价值，实在找不太到比我们弱还可以价值的对象了。但他这边确实还是有 AAQQ 的范围。我这边下注好像连 AQ 都价值不到。如果小盲是 AQ、KQ 在番前比较激进的话，在他的视角，我也可以有全部的 AA、KK、QQ。
我推出去的话，它的 AQ 好像也接不太动。如果再打个小注15万、20万，被它推回来，我好像又必须要盖牌。这把牌真的让我很伤脑筋，我的摊倍也只剩下1张了。所以在思考快1分钟的时候呢，我选择过牌，真的找不到可以价值的对象了。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小盲秀了一个 AQO。那这把牌真的蛮有意思的，如果你有不同的打法，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下一手牌 Low J Raise 到2万 ，High J 跟 Cut Off 跟注，我在 Button 看到了44，也选择跟注，后面的小盲大盲也选择跟注。我们6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4、6、7两张方块，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我们击中了一个 Set。一路过牌到 Low J， 他在1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万 ，High J 选择跟注 ，Cut Off 弃牌。那这个牌面非常的潮湿，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多人底池，所以我这边也不慢打。我这边 raise 到22万5，在我加注了以后呢，小盲大盲弃牌了。Low J 想了一下，选择跟注。High J 这边也很快就跟注了。那 High J 这边连续2次的跟注都非常的快，没什么思考。一般来说，这边大概就是一个同花听牌。那我们3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7，那这张牌非常的好。前门花到的同时，我们也变 Full House 了。我觉得 High J 翻牌的行动线还有跟注的速度，它高几率是个同花听牌。那我觉得这边下了一个很小的注，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我想了一下，我在80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 ，Low J 弃牌，行动来到 High J。他这边想了一下以后呢 ，Min Raise 到40万。那我这边就非常确定他击中了同花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后手大概还有50万左右，那我觉得这边推回去他应该是不会走的，但是如果这边用跟注的，怕合牌开了一张 Scale Card， 例如说第4张的花，或是又叠了第2张牌，这样很有可能就拿不到完整价值了，所以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推出了 All In， 那 High J 没有想很久就跟注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 ，High J 开了一个13方块。那我们运气很好，把合牌看完吧。还是要开的，我要拍一下。下一手牌 Low J Raise 到3万 ，High J 跟注，我在 Button 看到了 AJO 3倍到12万5，Low J 跟 High J 都选择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A3两张方块。过牌到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12万5，Low J 选择跟注 ，High J 弃牌，我们2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10，那我觉得这边下注或过牌都可以。那 Low J 这位玩家玩的比较诚实一点，所以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20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Low J 想了一下就选择弃牌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Low J 看到了55 Raise 到2万 ，Button 跟注，行动来到小盲，他这边做了一个很小的3倍，他3倍到5万5，我这边选择跟注 ，Button 弃牌，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650 Rainbow， 那我们运气很好，这边击中了一个 Set， 结果小盲在这边过牌了，那我这边想了一下，我选择下注了一个6万，结果小盲在这边 Check Raise 到18万，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打法。那我们现在有位置，跟注还不错，可以保留它一些炸胡的可能性，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8，结果小盲又过牌了。我真的看不太懂这个行动线，但我们还是要下注。我想了一下，我在50万左右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小盲想了一下，就直接推出 all in 了。那我这边当然很快就跟注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小盲秀了一个 JJ。那我们一起来看合牌吧。下一手牌 UTG Raise 3万，我在 Cut Off 看到 JJ 3倍到10万，结果 Button 在后面4倍到20万 ，UTG 弃牌。那我看了一下 Button 的后手大概还有50万左右的筹码，那我觉得面对这么小的4倍，我的 JJ 好像不能直接盖掉，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18K 3张红心，那我们并没有红心 J， 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直接 all in 他后手的50万，那如果我有红心 J 的话，我这边就跟注了，那没有的话，这个 all in 应该是接不动了，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选择弃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High J 看到了 AK 同花 Raise 到3万，
结果 Button 这边做了一个很小的 3 倍，他这边3倍到6万，然后小盲在这边空降冷跟了6万，行动回到我。那我觉得第一个 Button 他的牌不会很强，因为他加的那么小。然后呢，现在小盲又这边空降冷跟了一个6万，所以我决定这边 4 倍大一点，我4倍到22万。Button 弃牌了，小盲还是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248 Rainbow， 结果小盲直接在51万的底池 all in 他后手的48万1。那小盲这位玩家就是前几天有一场6600，我们一开始就连续 bluff 他2手牌，被一个88还有 AQ 抓走。那2手牌跟这手牌的行动线就很像，他都是空降我的3倍。那他也知道我有很多 bluff， 也真的抓到我2次。那他翻前的行动线 range 大概是一些中间的手里队或者是2高张，像是 AQ、KQ 或者是 JJ10这种手牌。那如果他的手牌是 JJ10呢，应该会很希望过牌给我，让我 bluff， 更不用讲88这种 set。以我对他的判断，他这边直接 dunk all in， 应该是不会有88到 JJ 这里的手里队，比较像是 AQ、KQ 这样的2高张。我甚至觉得我们这边是领先的，所以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小盲打开了一个 KJ 同花。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得到了，还想那个 J 吧。哇！没抓到，你说抱歉，好扯。48万1，对不对？48万1。那有点可惜，我们并没有赢下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low 券看到了56同花 raise 到3万 high 券跟注，行动来到 cut off。他这边3倍到12万5，那我选择跟注嗨券弃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43Q Rainbow， 那这个翻牌还不错，我们现在有一个双头顺的听牌，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下了一个小注10万，那我觉得这边跟注或加注都可以，我这次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梅花3。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下注了一个半池左右的25万，我跟 cut off 的筹码量差不多，我们后面都还蛮深的。那面对他转牌的半池下注，我这边就不太想用跟注的了，因为没有位置，买到也不一定可以拿到全部的价值。我这边要不是弃牌，要不然就是做一个加注 bluff。我觉得我从翻前的行动线到现在，如果我在这边做一个加注，其实找不太到 bluff combo， 而这个对手是看得懂我在表达什么的。另外还需要对手有 bluff 的能力，也就是他这边还是要有一些空气。我觉得这个对手2个条件都满足了，所以我在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少见的 bluff， 我 raise 到65万。在我加注了以后呢，对手想了蛮久的，最后弃牌了。那我们有惊无险偷到了这个底池。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成绩。我们今天在市政华人参加2场1万1的限时锦标赛，第一场有 add on 结算奖金是34400，第二场的结算奖金是15400。今天总算没有被打回6600了，但后面还是要稳住，我们的资金也才多安全水位一点点而已，继续加油。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Panda Poker， 我们下次见。